今天小韩老师会教大家如何在拉球的时候包住球，关于拉球的时候的技巧，如何运用手腕和身体的技巧。接下来请看小韩老师的示范。我教大家怎么能包住。你第一个，我们昨天讲的是一定要吊腕的，吊腕就不用说了啊，你一翘你肯定包不住，你包住手腕啊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我小的时候练习的时候，我这个位置总是摩擦不住，后来我的教练呢就跟我说，它很像一种拥抱的感觉。我们在抱人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这么抱吧？说不能这么抱，我们肯定是得这么抱人。好，我们把两手撑起来，撑起来，到我两眉之间的时候，这个动作停止，看，撑到这个位置，形成一个三角，向上走，向上走。因为我们往往拉球是这样的，我们往往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它撑不起来，看，把这个动作做出来。啊，所以我在拉球从侧面看，你看这个动作是不是就是包住球的，在你身体的前方的这个位置停止，停止。所以我们在拉的关键中，我们把这个弧线大臂跟前臂需要制造起来，看，向我两眉之间的位置用力。那么你的手呢，你把它打开，打开呢，在接触到球的时候，你看撑起来，撑起来，撑起来，然后挥至两眉之间，把它停止住。为什么要加左手？就是让你去找这个弧线的感觉，看弧线的感觉，把它撑起来，找这个弧线啊，一直到两眉之间的时候，把这个动作停止，一，然后二，然后三，四，你练一下这个弧线，从侧面看，你看它的弧线就是一个弧圈球的弧线，啊，好，我再加上转腰，这个动作就出来了啊。如果我再加上转腰，这个动作就全出来了。对，它不能出现什么动作呢？推，而是要在接触到球的时候摩擦摩擦起来。因为我们在下来之后呢，它这个臂啊是要跟着出来的。大家可以试一下，如果说你现在方便的情况下，你躺在床上或者是你站立状态，你试一下，两个手把它撑起来。你看撑起来的时候，大臂是不动的，那么大臂的发力方向是向前上方，然后是前臂。然后到两眉之间停止的，你用这个动作去做一下你的正手框架，它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。抛出去左手以后，它就是一个正手拉球动作。那么我们往往在这个环节中呢，我们容易出现推或者是容易出现向前推或者向上推。那么这个动作，如果你至两眉之间的时候，你能把它停止住，那这个动作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框架动作。好。大家平时的时候可以练一练这个感觉。那么我们包住球的这一瞬间呢，我们这个弧线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打个比方，比如说我们下来的时候，重心应该是这样的。我在接触到球的时候，我的整个重心，我的右半身呢是跟着这个球起来，起来，看我的手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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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接触到球的时候，前臂、手腕向前上方收，所以它从侧面的角度是这个角度起来的。好，你的手腕在起到摩擦的时候，它应该是先这个角度，然后这个角度，然后这个角度，包住了向前，然后是向前上方收的。所以它这个角度是围着球大概2点钟的方向，摩擦到1点钟，然后收上臂来。这个摩擦角度。这个摩擦角度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摩擦角度，这个摩擦角度，看，好，先这个角度，然后这个角度，然后摩擦起来。手腕呢一定要看有一个曲度摩擦的感觉，是这个角度摩擦，对，这个角度。那么上旋球里面，我们去找到球的高点期进行摩擦，就是你引拍的拍形是一定要准确的。引拍的拍面接触到球的时候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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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向前上方收。那么大臂、前臂、手腕、手指是全程跟着参与的。比如说我在引拍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大臂是放松的。那么在接触到球的时候，大臂
前臂共同起来，起来，然后手指手腕看，加上摩擦。这个时候你的手腕一定要有一个曲度摩擦的感觉，它从引拍的时候碰到球了，瞬间有一个起弧线摩擦向上的，所以你的手腕在接触到球的时候，从侧面看它是这样，这个角度，手腕得有动作啊，反手也是这个角度，千万不能让你的手腕变死不动。或者是你的手腕太松，在接触到球的时候它特别快。我跟大家说快到什么程度，大家看一下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它这个拍子的动作特别快。触球这一瞬间加手腕动作，很多球友都是转早了或者转晚了，一定把这个球啊走这个弧线。很多球友在走弧线的时候是这个弧线和这个弧线，这个弧线和这个弧线，让它这个弧线这样起来，这样起来。大家看一下，啊，让它这个弧线起来，能看清吗，球友们？看这个弧线起来。这个球的上升期、高点期、下降初期都可以拉弧旋球，这个没有硬性的规定。从侧面看一下啊，这个弧线赞，直板也是这样的，横板也是这样的，明白了吧？它是这个弧线起来的，它不是这个弧线出去的，或这个弧线出去的，它是包住球摩擦向前走，对，就是出现了一个半圆的包住球，这个角度出去的。好，你看，尤其上旋球，我们一拉就容易出界，所以你前臂在出球方向的时候，它不能这样走。前臂在出球方向的时候，它是这样走的，这样走的。看，今天体会了这个动作，拉球直线增加了30%，这都少说了。你要再能增加点，你能增加到50%。这一瞬间，弧线是这样走的。看我的拍头。在引拍的时候，很多人的拉球是不是这样用力？拉球一定是向前用力的。基本上我看到这儿我就停止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它是一个停止状态。我不能这样，或者是这样，我到这儿停止，就是在两枚之间停止的。那我停止完之后，我的手腕它不能往里勾，它也不能往上走，所以我们在拉的过程中应该停止在右前方。看，这是一个摩擦轨迹，就像走了一个半径一样，让你的动作先往外，再往前，然后再收回来。再来一遍啊，先往外，再往前，然后再收回来。这个动作摩擦，不要让它形成这个动作摩擦。千万不要推，用力不要向上。如果你能由外向前的话，这个动作你就像鞭打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。但如果你是推或者是直接往上走，这板球的发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。